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 Windows 下如何秒变 Linux。Windows 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Linux 的一个子系统，可以安装任何的 Linux 的一个发行版，比较主流的、Debian 系的，还有红帽系的，它都有。现在呢，通过这个 WSL 就可以虚拟化出来一个 Linux 发行版。原本生态在 Linux 环境下的一些应用和服务，我们在我们的 Windows 都可以去实现。安装 Docker 安装一些服务暴露到外网的服务器上，让我们用域名的方式来访问。都是可以实现的。昨天我就跟大家已经分享了我们内网穿透家庭设备模拟，那我今天就细讲一下这个 WSL 它究竟怎么安装。首先 Windows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终端其实有很多小伙伴如果不是搞程序的，不是搞技术的小伙伴，那么可能都不太知道这块有一个终端，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 SSH， 它是可以直接连接 SSH 的，连接服务器，连接 Linux 的。那同样它其实有一个叫 WSL 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就可以进入到我 WSL 虚拟化的一个无版图的系统，我就不进去。Ctrl D 同样也是返回退出绘画。Ctrl L 它其实跟 Linux 的一些操作都是非常像的。那没有安装的小伙伴呢，用这行命令就是 WSL install， 它就可以去安装，默认给你安装一个无版图系统。我这边是已经装过了我装的是无版图的 24.04。 安装好以后呢，它这边需要你输入一个用户名，我们默认不能去使用 root 的无版图24，对，这样就可以。你给这个账号输入一个密码，我们这边输入密码，确认密码连接到一台新的无版图，我们 sudo -i， 这个是提权提到 root 模式，输入刚才的密码，完成井号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用 root 的身份来去使用了现在按 K 没反应，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回车，需要这个认证，我们选择1回车一下，无版图 20.04， 英特尔12代的 i5-12600KF 16线程8核心16线程应该是主频这些都能看到，这个就是我主机上的一个配置了。它为什么虚拟了16个 G？ 我明明32个 G， 硬盘是共用的，其他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更新一下系统其实就当 Linux 当 VPS 一样去使用科技蓝的一些脚本。对，你可以去安装一些服务，比方说我们选择11，我们装一个 List， 我们选择1。我 Windows 上不方便装 Docker 环境，我虚拟一个 Linux 总归能让我安装吧。我 Linux 就相当于我的所有的常规的一些应用都可以去使用了我们在服务器上怎么用，在家里就怎么用，跟我们的 Windows 去共享资源去使用，非常方便。自己在家先把玩，我们再上云上服务器。没共网 IP 就像我昨天说的，可以走内网穿透穿出去，那时候你就得买服务器了安装 Docker 安装好了，然后呢，它再去拉取镜像，拉取 List 的镜像。好了，镜像拉取好，这个是用户名，这个是密码，我们就可以去访问。因为现在这个地址呢，我说了，因为它是一个大内网的地址，然后呢，你可能访问不了，所以你必须把它改成本机的 127.0.0.1 这样的格式，回环地址就能来到 List 了。点击登录 ，OK， 那我们就登上来。本地的话速度是特别快的，就是比云服务器要快很多很多，它是毫秒级的，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去部署一些服务在本机。我们可以部署一个 Ollama， 就是一个聊天大模型，这个就是跑你 CPU 的算力的。因为 Linux Docker 环境下的 GPU 组件安装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就索性就是直接这样的去使用，直接就用 CPU 去跑。而且英伟达的那个驱动在 Linux Docker 环境下兼容性也不是特别好，不一定家家都有英伟达的显卡，所以我考虑大众化的话，我还是用这种通用性比较强的，虽然就是感觉会效率上可能没有 N 卡那么给力，但是大家都能用，都能体验。
这是我考虑的一个方面。然后与此同时呢，它其实是可以开2个的，我们还可以再开一个终端，对，再开一个终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WSL， 然后空格杠 L， 然后空格杠 V， 我们就发现我们当前其实有2个虚拟化，一个正在 run 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跑这个拉玛大模型的这个，另一个就是停止的，因为我没有启动。那我启动一下，就是这个快捷方式，这个我就启动进来了。启动进来，它相当于是另外一个虚拟机，就是它不光是可以虚拟一个机器，它可以虚拟多个机器，而且多个不同的系统。然后我们再回到这块再 load 一下，我们可以发现2个都变成 run 了，就是这2个虚拟机我都启动了。然后呢，那我们想创建新的话，我们这边 O 是 online 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商店里头去看，我们还有哪些系统我们能虚拟出来的。回车一下 Windows 官方给我们提供的，像我们的乌班图的版本是提供的是最全的，我们的 Debian 也有，还有这个 Curl， 就是我们那个黑客比较喜欢用的那个，还有我们 Oracle 的789，就是红帽系的，你都可以去用这个，平替我们 CentOS 的这些都有，这些我都没用过。这些怎么装呢？那我们就依然是这样的，杠杠 install， 然后杠 D，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名字入进去。我们给比方说一个 Oracle 的这个版本，把它粘贴过来，然后回车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对，它就开始去拉取这个镜像，然后为我们部署第3个虚拟化主机。然后它这边呢就在读条，看到了吗？就在读条。好，这边呢就是已经拉取完镜像了，它现在在下载大模型，所以它这边也会花一些时间。大模型呢比较大，6-7个 G， 所以你的自己家里的机器一定要给力。所以有一个性能稍微好一点的台式机还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资源占用CPU 占用的情况，内存占用的情况，显存还占了一些。好，这时候呢，我们这个 Oracle 的Linux 发行版我们也装好了。这边呢，我们输入一个用户名，回车密码，我们依然要 sudo 空格杠 i。一般这些系统呢，安全性做得好一点的都会有 sudo 的这个权限的控制，但是比较原生一点的，就是连 sudo 都没有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变成了井号，我们又有一台机器了。我们这台机器没有装 Line 的脚本还得开终端。我们看刚才的一个情况，看到吧？杠 L 杠 V 就是看本地的。我们发现我们的 Oracle 也虚拟出来了，都是正在 run 起来的，就是我们3个虚拟化的都在运行。我们可以看到它当前的发行版是 Oracle Linux 8.7。然后你说我这么多系统，我想删掉一点，那我怎么删呢？我这块杠杠 on install 去删某一个杠 D 删某一个 Oracle， 这个删一下，是命令是这个吧？框都不见了，证明它已经关闭了，关闭加删除，这样的就已经删掉了。删掉以后我们再回来看，是把我整个子系统都删了，尴尬，整个子系统都删了命令可能有问题，删这里的大家去这个 DeepSeek AI 那边或者 GPT 那边去查一下怎么去删，我去查一下吧。使用的就是这个 DeepSeek 比较方便，它没有什么次数限制，不太会降智商，我就直接像 GPT 一样了，怎么删除某个发行版系统，对，这样的。对，命令是这个 uninstall 是把 WSL 直接删掉了我们是需要直接这样的删的。当然删掉它，其实它这些子系统都在的它这个虚拟化出来的发行版都在的，所以大家只要装回来就行了。你看它这边正在装，所以这个命令呢其实是有问题的问题不大。装回来以后呢，你看同样它还能看到这些系统。对我们用这个，我们把 Oracle 的这个删了，删除，这样的就注销掉了。注销掉以后呢，它就释放了。它现在少了一个再把这个也删了，复制这个把这个也注销了就剩一个刚才我们装欧拉玛的那个。杠 D 这个无班图，回车一下看一下什么情况。连接上以后呢，我们继续 sudo 空格杠 i， 输入密码，我们又变成 root 了。root 以后我们 k 一下这个脚本都在，所以这个数据都在的你再看一下11、53，刚才应该是装好了。我们访问一下这个网址，看一下能不能进去。
我把这块要改成127.0.0.1啊，回车。好了，这样呢我们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这个是欧拉玛的一个信息，这块你可以随便填，密码呢跟密码给它一个，下一步就进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已经加载进来了。这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好，我们可以看这边你的 CPU 就上来了，然后我们 CPU 在跑，因为它是消耗 CPU 的性能。请说中文，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一个占用，完全跑在你本地的，不是什么 API 之类的啊。当然这个工具也能加载 API， 这个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Docker 怎么安装，你就这样的去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一些用法，一些安装方式。看这个边的一个走势，还有我们的内存的一个占用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你没有点大内存，你还跑不了 AI 的。这个就是一点点往外蹦的，效率呢肯定没有人家优化的那么好。暴露到公网上8053这个端口暴露出去，我们选择56。我们现在找一个服务端去接收我们先选择1，它让我们输入一个对外的 IP， 我们找一台 VPS 去。我们继续用徕卡云的 VPS， 这是他们的一个官网，29元每个月的服务器，都是有香港、美国、韩国，还有一些大带宽的，还有一些企业用的游戏服务器都有。55，我们昨天讲的。这边呢，我们先卸载，先删掉，我们创建一个新的。FRP 呢，昨天好像更新了一个新版本，就是6.1.11那我们今天也自动更新进来了。更新进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 IP 复制一下，回到我们刚才这边的客户端，看到了吗？我们把这个 IP 复制过来，我们的 token 复制进来再给大家来一遍。然后这边也装好了，装好以后呢，我们可以对外发一个服务。刚才是多少？欧拉玛 OL TCP， 对内的端口是8053，那我们对外也8053。好，我们加好以后呢，回到这边来我们完成。OK， 我们这边就已经暴露出来了。那现在欧拉玛已经可以在公网上跑了，这是在我们的徕卡云的机器上。输入电子邮件就是我们刚才的，相当于我们内网的大模型跑在外网上了。AI 文生图其实都可以这么搞。看一下我们的历史记录在不在？你看到了，我们历史记录还在这边。OK， 变成域名，那我们选择5，把它公布到公网的域名上我这个已经在 Cloudflare 解析过了一个烘焙服的域名，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这么搞，直接这么玩。端口是多少呢？80538053，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我们这个域名就可以跑我们本地的大模型。OK， 这个证书申请下来，我们的域名就来了。OK， 我们现在是拿域名在反带，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的去访问，一层一层出来了一开始我们在本地，其次我们用公网的 IPv4 加端口，现在呢我们用公网的域名直接来去访问。如何部署一个容器就跟它这样的简单的交流。CPU 又起来了，它其实是到我们本地来演示反馈，一气呵成。今天我们是讲子系统，怎么把内网穿透和欧拉玛都给讲了，有点梦幻我感觉一发不可收拾。对，当然的话，本地跑大模型 CPU 性能不行的话，效率会比较低。你看它推演完以后，它的 CPU 占用就下来了。偏离主题了我们今天还是讲的 WOSL 的这个子系统，已经把我们的服务对外发布了，就这么神奇，就这么屌。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Windows 下如何秒变 Linux， 然后创建我们熟悉的 Linux 的应用，衍生了内网穿透，欧拉玛的大语言模型发布到公网上，用域名来访问这一套流程，希望大家看得过瘾。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